嘿嘿，你好。火烈鸟为什么会是粉色的呢？乌干达的国鸟，在这火山底下，这个叫做马康底湖啊，然后在这湖上有很多的火烈鸟啊。然后这边有个画面很有意思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你们看到啊，这边最近的是你们最喜欢的鹏鹏啊，那个鹏鹏好像在做一些羞羞的事情啊。然后还有一个，你看这个定住的这个羚羊。这个羚羊定在那里了，一动不动，怎么奇怪？然后远边啊，你们看到那个是河马，还有那个白色的那个是火烈鸟。哎呀，角马也过来了，哇，5种动物同框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景象难得一见啊，太棒了！在这湖边，大家可以看到有比较多的火烈鸟，但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是更多，满满可能都是火烈鸟。火烈鸟大家都知道是粉色的啊，所以它特别招女生的喜欢。女生拍照合照的时候特别喜欢跟火烈鸟一起拍照。哎，我也想拍照，但是太远了。你可以看到外面啊，湖的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。这边的动物好像比较不怕车啊，他们看到车，他们也不跑，就傻乎乎的站着。然后你看看自然界啊，就是这么一片祥和的景象，非常非常的美。然后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啊，它叫做苍鹭啊，它平常就是吃一些蚂蚱啊什么东西。你看它那个脖子摇得特别有喜感啊，哎，甩起来甩起来！你看它那脖子，做成鸭脖子肯定好好吃。这么长的脖子，不卤了吃浪费了，我的天哪！你看那个脖子摇的跟鸡脖子一样。然后在这个农哥隆哥罗啊，这个火山口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绿草地，还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啊。这里的野生动物跟那个塞伦盖蒂比起来，就更加的不怕人和车了。车子过去的时候，它们也不会跑，那说明这里长期啊跟人类啊都是一个和谐相处的状态，片岁月静好的模样。这样的风景啊，这辈子看一次啊，真的值了。然后现在离这个火烈鸟啊非常非常近了，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鸟类啊来看过来，看就在那片湖里啊。带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啊，嘴特别大的啊，首先给你们看一下那是什么，那是鹈鹕啊，它们那个嘴啊抓鱼啊特别好用，跟那个我们国内那个鱼鹰啊差不多。大家可能会问啊，火烈鸟为什么会是粉色的呢？因为火烈鸟啊，它喜欢吃那种含碱性的藻类啊，然后那个藻类必须在这种碱性的湖啊才能生存。火烈鸟呢，吃完那个藻类啊，所以它才会慢慢变成粉色。它小时候它也不是粉色的，就像这样，也很多都是白色的。然后那个藻类吃多了呢，然后就会慢慢的变成了粉色。处啊，还有一群的河马群啊，它们刚从水上上来啊。啊，这是一个火烈鸟和河马共处的一个画面啊！那群猪又在叫，嘎嘎嘎嘎嘎的。近处呢，河马在水下，然后还有中间呢是角牛，然后最远边呢是观光的车子，3个画面同框啊，还漏掉了，那边还有点火烈鸟。4个东西同框啊，特别有意思啊！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太美好了。然后那只河马啊，慢慢往水中间转，也不知道想干什么。你看这个河马这个体型，然后在他们斯瓦西里语啊，河马啊，他们就称为水里的猪。那确实，这个体型也太像猪了。可惜啊，没空吃到你了，没有机会吃到你了。这个斑马，你看它肚子贼大。我的天哪，肯定是怀孕了。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小动物啊，像猫咪一样啊，它就叫守猫。然后它平常就是在这里抓老鼠啊，就草原上的大猫咪啊。你看它不露正脸啊，正脸哎露起来了。它应该是在吃东西。听说国内是可以养的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10几万一只呢。非洲草原上的大猫咪，你看它要抓老鼠去了。喵喵。非常非常的拽啊！终于看到它的正脸了，你看它正脸，跟普通猫咪真的是一模一样的。看看它想干嘛？哇，它现在离我非常非常近，它现在离我就3米的距离。我们现在啊停在了这个湖边啊，那个湖里面有很多的河马，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啊，简单的吃一下我们的午餐啊。这个午餐也是由那个酒店做好的，然后提供给我们的。看一下我们的午餐啊，这个是豆子吧，这是豆子和那个番茄，
然后这个是玉米和南瓜。Moto what's this？ 啊，莫头哥尝一下这个是啥？beef， 啊，是那个牛肉饼啊，牛肉饼啊，好吃，OK。然后这个还有一盒的这个干货啊，我来尝一下啊，这酒店准备的这个牛肉饼，面包非常的酥软，里面牛肉也不错，这个做的还可以。我们吃饭的时候啊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巨人啊，这个大哥应该有2米高吧，我的天，比车子还高。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这里的这个斑马，在这个尼格罗火山这里的斑马一点都不怕人，因为离它这么近啊，哎呀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Hello， 嘿嘿，你好，我来自中国。那接下来带你们看一下乌干达的国鸟长什么样。这个叫做乌干达的国鸟啊，它是冠鹤。然后它们呢是1夫1妻制的啊，全部都是成对出现的。你看它们头上那个凤丹霞冠一样，是不是？看这冠鹤的颜值啊特别高，不然也不会被乌干达奉作国鸟。然后那边还有特别大的一群。那大家可以感觉出来，在这个火山上、火山口啊生活的这些动物啊都特别的祥和，在这边没有太多的捕食关系啊，也没有鳄鱼啊。没有那些太凶狠的捕食者，所以这边的动物都比较祥和，也不太怕人。然后六哥跟我说，是因为这里的动物啊，常年就不进行迁徙嘛，近亲结合，所以动物都感觉比较傻一点。所以像那些斑马啊、角马啊都不怕人。在看完所有的动物之后啊，我们这个火山之行啊，也基本上是要接近尾声了啊。然后最后再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火山的风光。刚刚那块湖啊，就是我们刚才环湖游的地方。整个火山的下面啊，是非常大的一块的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啊，来这边来玩的啊，基本上都是白人啊，中国人是非常少的。那更不要说黑人了。我们现在就返程啊，去找酒店了。今天 Today we go back to normal 。我们的美好生活已经结束了。normal very normal。我们今天啊，已经回归到房间了啊，在卡拉图小镇啊，找了一间比较普通的房间了。这样的一个房间啊，大概3万5啊，差不多就是100块钱人民币啊。今天要给司机开一间房，要给摩托哥也要单独开一间房，因为在他们国家 ，I know in your country we are not allowed to sleep together 啊。有时候我们偷偷啊，但是今天没办法，因为人太多了啊，没办法啊。In the night you can come to me 。开玩笑啊，所以今天要给摩托哥也要单独开一个房间，但是这个房间100块钱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啊，蛮干净的。昨天晚上1万块钱啊，今天晚上100块钱啊，这个天差地别啊 ，from heaven 没关系啊，我们都已经习惯了。其实这个房间还是很不错的啊，在那个卡拉图小镇。生活嘛，反正就是这样啊，该省，该花，该优待自己的时候优待一下啊。其实在这个镇上也有很多很好的、很贵的酒店，但是没必要。就前几天的体验已经非常的好了。那因为我们六哥明天还有事情啊，那他今天就要先走了，因为他明天还有其他工作。那这几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六哥给我介绍动物，介绍的非常清楚。以后来坦桑尼亚旅行啊，记得找我们的六哥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的。好，谢谢六哥，那六哥要先走了啊，拜拜。今天晚上我们的晚餐呢，就在这边啊，这个小酒店啊，简单的解决一下。那动物之旅啊，基本上在这4天内啊，已经结束了。那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，明天要干什么呢？明天要去探访当地啊，就是整个坦桑尼亚最原始的部落哈扎贝啊。明天一大早又要出发了啊，那明天晚上呢，我们基本就返程回去了啊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如果清醒是种罪，就把誓言带走，换承诺不悔。如果你就是一切，如果我就是绝对，如果
清醒是种罪，就让爱去蔓延，成全每个夜。被跟黑全部的，喂，哎呦，啊，这个是我爸发型非常的